BA 蓝网老板蔡崇信官宣离婚，结束了将近30年的婚姻长跑。两人从1996年成婚，携手走过近30年，养育了3个孩子，如今选择和平分开。双方对外表示彼此互相尊重，未来转型为事业合作伙伴，不会拆分庞大的商业资产。蔡崇信继续担任蓝网主席，吴明华保留自由人队主席职位，球队股权、体育版图全部维持原样。福布斯数据显示，蔡崇信身家高达133亿美元，手握蓝网、自由人。就在这个月初，阿里巴巴20室蔡崇信官宣离婚，接着又有好多家上市企业的董事长官宣离婚，大家八竿子打不着，却像商量好了一样扎堆离婚，这也太巧了吧！先瞅瞅蔡崇信这场所谓的体面离婚，声明写的那叫一个艺术啊！感情转淡，以后还是事业伙伴。阿里股份不卖也不分，蓝网队照常运营，职务更是不动，男的继续当蓝网队主席，女的继续当自由人队主席，各管一摊。婚是离了，家产没散，控制权更是纹丝不动。要知道，蔡崇信当前身家约125亿美元，折合人民币800多亿。这么大体量的财产分割，没有狗血，没有争执，声明写的跟年报似的，完全不符合大众对豪门离婚的印象。要博主我说，这哪是夫妻散伙啊，这纯纯是公司重组啊！关键是扎堆离婚的可不止这一家。最近富豪圈突然迎来了一波离婚潮，而且最奇怪的是，很多都集中在7月份。为什么这么多富豪偏偏赶在7月离婚？难道他们的感情真的在这个月集体出了问题，还是说婚姻只是表面？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他们背后几十亿、上百亿的资产。强一股份董事长周明离婚，前妻分到的股票当时市值接近60亿元；朗姿股份董事长申冬日离婚，前妻分到的股票约9亿元；大洋电机实控人卷入离婚诉讼，夫妻双方持有的相关股份市值超过50亿元。再往前，卓胜威董事长许志汉离婚，前妻分走1715万多股，当时接近13亿元。短短一段时间，几场富豪离婚和离婚诉讼牵动的股权就已经超过100亿元。富豪扎堆闹离婚，莫非都怕过七夕？嗨，大家，我是上海律师。最近刷新闻看得我都乐了哈。上市公司的老板们跟约好了似的，扎堆官宣离婚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七夕快到了，集体赶着恢复单身了一开始呢，上海也只是当豪门的八卦来看哈，直到翻了一下时间线，瞬间评出了不对。朗姿股份7月27号办的离婚手续，24号就发布了公告。巧的是，同一天，财政部、税务总局刚好落地了一份重磅文件，就叫做《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的有关事项的一个公告》。7月24号当天发布，当天就实施了。说白了，这份文件呢，就直接把富豪圈传了几十年的财富保险箱离岸信托给彻底焊死了。既然锁都焊死了，富豪们现在离个婚图个啥？图的就是拆分主体。离了婚，财产分割是法律认可的，税费算是最低得了。把资产分给前妻，前妻如果换个国籍，在境外的腾挪空间就打开了。对外说是感情破裂，对内可起源是精准算计的资本操作，真正的门道就藏在税法规则里。我国现行个税制度明确，夫妻离婚财产分割免征个人所得税，无论是房产、存款还是上市公司股权，只要属于离婚析产范畴，资产增值部分都无需缴纳20%的财产转让个税。这条规则的初衷是保障婚姻家庭财产分割的公平合理，可到了高净值人群手里，却成了成本最低的大额资产拆分工具。这笔账多夸张！卓胜威实控人离婚案中，女方分走市值约13亿元的公司股份，如果不走离婚分割，而是实控人直接在二级市场减持套现，仅20%的财产转让个税就要交2.6亿元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婚离了，几十亿股票分了，股东名字换了，但有些人的生意却根本没散。这到底是真的分家，还是一次披着离婚外衣的资产重新安排？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热点最前线，我是小坤。最近中国富豪圈突然出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，扎堆离婚，而且这个时间点实在太巧合了。7月24号，中共国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突然出台离岸信托个税新规，对居民个人把财产装进离岸信托以及信托存续期间取得的收益等，进一步明确20%的个人所得税规则。更关键的是，对过去部分未缴税款还设置了90天申报缴税期限，也就是说，以前放在海外信托里面的钱，现在开始要重新算账了。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富豪离婚的话题突然被炒爆，最受关注的就是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蔡崇信。
7月24号新规公布，8月1号蔡崇信宣布与妻子吴明华结束近30年的婚姻，前后只有8天，网友马上炸锅，这是巧合吗？技术性离婚，离婚不离家，财产先分清楚。这些有钱人们的天都塌了，那些想把钱转到海外的有钱人，这几天都根本睡不着觉了。国家把所有富豪的避税通道都彻底堵死了，就是前几天发布的一个文件，现在你的离岸信托要封了。就是一旦这个新规落地了，就是不管你什么互联网巨头也好，什么地产大佬也好，还是什么上市公司的实控人也好，就你所有的钱就是无所遁形，就是你再也不能玩那种你在国内赚钱，但是你在海外潇洒的那种资产转移的游戏。你知道他们具体是怎么转移这个财富的吗？就是通过叫做离岸信托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在海外有专人管理的保险箱。就是假设说你是一个亿万富豪，你手里面有10个亿，你要把这10个亿转出去，你可以先去一个那种开曼群岛找到当地的一个信托公司当管家，然后你再把你的什么股权呀、股票呀、房产呀、现金呀转移到那个信托公司的名下。为什么所有的富豪都这么干？首先第一个，你的资产搬家不用交税。离1次婚能省多少钱？60。8月初，蔡崇信官宣离婚，30年夫妻感情公告里却没有提到1次感情，全是事业合伙人，股权不动，运营不变，体面的不像婚姻破裂，更像是资产重组。神州数码的郭维、强一股份、大洋电机、卓胜微、银信科技，老板们排着队办离婚，光明面上就分割出去60个亿，信吗？一群100亿富豪在同一时间集体感情破裂，反正我不信。真正的门道不在他们离没离，而是这个时间，所有公告都卡在7月底8月初。为什么？财政部和税务部甩出一份公告，专门对离岸信托开征个人所得税。这份公告把富豪们用了20多年的财富保险箱扔进了太平洋。在这之前，股票、房产、现金都塞进去，法律上瞬间就不是你的了。但是日子照过，钱照拿，这就是个法外之地。现在呢，装进去先交20%，挣的钱每年交20%，解散拿回来再交20%。更狠的是穿透，套再多离岸公司，只要查到实控人是你这个中国人，税务局一层层拨到底。那手里握着几百亿的人怎么办呢？只剩下离婚这两个。现在的富豪圈，离婚已经是成本最低、最合规的财富重组手段。这里许志汉的故事最有意思。离婚之前，他手里有3430多万股卓胜微股票。离婚的时候怎么办？直接拿出1半给前妻，1715.2万股，当时接近13亿元，而且不是嘴上说，股票真的过户了。原来写许志汉的名字，现在变成前妻张玉的名字。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，那就是普通的离婚分财产。但接下来还有一步，专业名字不用管，简单理解就是股票你拿，但是这些股票对应的表决权等公司治理权利，按照协议继续委托给我。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出现了，老婆变前妻了，13亿股票也真的给了，但公司的共同控制关系没有因此改变。所以富豪的离婚有时候特别有意思，普通人离婚可能是房子归你，车归我，他们却可以做到股票归你，公司怎么投票，谁掌握控制关系，再另外安排。也就是说，钱分了，权不一定跟着分。然后真正有意思的已经不是这些富豪为什么突然不爱了，而是为什么一场离婚可以让13亿、60亿的财富换一个持有人，公司却可能还是原来的控制关系。与此同时，富豪过去放在海外的财富也正在变得越来越透明。所以表面上我们今天讲的是一群富豪离婚，实际上真正发生变化的是这些几十亿、上百亿的财富到底放在哪里，写谁的名字，最后又是谁说了算。而这可能才是这轮富豪离婚潮真正值得看的地方。当然，我们必须说清楚，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蔡崇信离婚是为了避税。但是网友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联想？答案就在这次离岸信托新规。说白了，以前很多富豪喜欢把股票、现金、公司股权等巨额资产放到开曼、BVI、香港、新加坡等海外架构，再套上一层信托，普通人根本看不懂这些架构。但现在大陆官方开始把这些海外财富重新拉回税务监管范围。官方明确表示，对2023年起部分离岸信托设立环节的未缴税款，原则上追征3年，2025年以及前年度部分收益分配的未缴税款，则需要在公告实施后90天内申报缴纳。这一下，富豪圈真的开始紧张了。有律师透露，新规出台后，大量中国富裕家庭、私人银行、信托公司都在急着咨询，到底要补多少？甚至有人已经开始研究哪些资产要卖掉才能拿出现金缴税。因为信托里面的钱很多根本不是现金，而是股票、公司股权、房地产等资产。贪10亿要补70亿的税，这2天好像已经在互联网上传开了。过去20年，中国富豪圈心照不宣的标配，一夜之间变成了烫手山芋。贪10亿只是第一个被摆上台面的，为什么是他？因为它的架构太经典、太标准，像一本教科书。
2005年11月 ，SOHO 中国赴港上市前夕，潘石屹把自己名下47.39%的股权无偿转给了妻子张欣。11天后，张欣把夫妻俩合计94.78%的股权，通过2家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壳公司，全部装进一个开曼群岛的家族信托，名字很可爱，叫做 Little Brothers Settlement。受托人是汇丰信托，受益人是一家人，保护人是张欣。而潘石屹呢，在当时的采访里对外说自己在 SOHO 中国没有股份，说我是无产阶级。这套架构运转了21年，这些年 SOHO 中国累计现金分红约198.6亿，其中大约127.7亿流进了这个开曼信托。有人要补70亿，有人2500亿一分不用出，还有人卖股票的钱可能还不够交税。3张账单，3种命运。这场离岸信托补税风暴里，谁在哭，谁在笑，谁在装睡？7月24日，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2026年第21号公告，不到3000字，当天生效。所有把股权资产装进开曼、BVI 等离岸信托的中国富豪全部中招。最近全网都在传一个数字，雷军家族信托要补税500亿，评论区已经炸了，说什么人设崩了，原来也是避税大户的都有。那500亿这个数字哪来的？说白了，就是拿雷军现在持有的小米股份市值直接乘20%算出来的，这叫算市值，不叫算税单。真正的税怎么算？涉及资产原值、装入信托的时间点，这些年有没有分红变现，情况复杂得多。有市场预估，中国高净值人群离岸信托相关存量收益潜在补税规模可能高达500到900亿元人民币，甚至有媒体按照部分知名富豪的资产架构做出估算，宗庆后家族可能涉及20到25亿元，吴亚军家族25到30亿元，许世辉大约15亿元，张友、舒平夫妇约14亿元，刘强东8到9亿元，孙宏斌5到6亿元，马云3到4亿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中共现在为什么突然开始盯这些钱？这个问题我们等广告回来再接着说。澳洲的观众 Maggie 购买了玄宝黑参，吃了1个星期，已经感觉睡眠变好，精力更充沛，不容易疲倦了。我们的节目是由普瑞堂赞助，普瑞堂目前有玄宝黑参原参、玄宝黑参口服液、植物鱼油、美元皂等产品。现在购买普瑞堂商品满500美元，即可获赠9针9铺纯手工古法制成的玄宝黑参原参1根，多买多送。单笔满3000美元，再加赠1颗特级原参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评论区链接订购，并输入优惠码 RMB888，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欢迎回来。刚才我们说到，为什么中共现在突然开始盯这些钱？说到底，背后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，缺钱。据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21预测，2021年的财政收支缺口大约是4.7兆人民币，到了2025年，预计可能扩大到10.7兆人民币。而现在，房地产低迷，土地相关收入下降，经济增长又面临压力，政府的财政来源越来越紧张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就是开源。于是中共去寻找新的税源。中共真正有大量财富的人是谁呢？是富豪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富豪扎堆离婚突然成了全网最热的话题。所以这场富豪离婚潮背后到底藏着多少真正的财富故事？观众朋友们，你们猜富豪们究竟是真的感情生变，还是在重新安排自己的财富版图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里。这里是热点最前线，我是小坤，我们下期再见。